香烟厂在外国是8大实业之一，从前上海人吸的香烟都是外国来的，利权外溢，言之可叹。后来有南洋富商简兆南、简玉阶兄弟2人到上海，开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虹口设厂出品大连珠、白金龙等香烟，这是用了很大的资本来经营的。简氏兄弟在烟草公司的组织章程中定明赚到的钱拨出几分之几作为公益用途，上海人对他们都称颂不至，但是对外国香烟还不能抗争。后来出了一位陈楚香案，上海有2位名人都叫陈楚香，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胡庆余堂东主，一位是后起之秀烟草业巨子。他本来是3马路一家烟纸店的小职员，从小就是我的朋友，乃宁波3北乡人。他在爱国运动的狂澜时代，个人经营着一个很小的香烟公司，最初以定名为华人烟草公司，后来因为华人2字太显明，所以改名华城烟草公司。最先出金属牌香烟，商标模仿且立刻香烟。因为上海专卖香烟的烟纸店无论大小，以3北乡人为多，他以同乡之意着力推销，销路越来越大，公司就改为股份公司。每一次发生爱国风潮，金属牌的销量就直线上升。后来又有一个机会，上海郑家木桥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吕月桥的女儿吕美玉。因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学生登台演戏，大家刮目相看，这是上海京戏界从来没有的现象。她登台时，头上戴上了一个珠钻镶成的头箍，看上去特别美丽，一时上海书报画刊都竞登她的照片，真是红到发紫。陈楚香便利用这个机会出了一种美丽牌香烟，就拿吕美玉的戏装照片印在烟包上面。这种烟问世之后，销数惊人，几乎每一个吸烟的人都要一试美丽牌。后来吕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荣，而美丽牌香烟的销数却日益上涨。吕美玉因为得不到好处，引起诉讼，由鄂森律师代表出庭，经过几次调解，严明嗣后每箱香烟付给吕美玉酬金2元。由于这种香烟销路广大，这笔数目也很可观，而陈楚香也由于事业发达，成为香烟大王。小本经济，成大实业。上海是中国实业的发源地，实业大王刘鸿生，我并不熟稔，不敢贸然落笔。但是还有许多刻苦耐劳、白手兴家的人，我略有往还。有一种小小豆腐干，即用豆腐干切成小方块，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纸包裹，每把小块1包，售同元1枚。开办的人叫陈万运，后来他又与2个朋友合伙创办三有实业社，以制造3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随后逐步发展，在沪郊高廊桥设厂，占地80亩，又在杭州设厂，占地40亩，成为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会长。一位是吴运初，他是一个苦学生出身，喜欢研究化学，发明了打倒东洋货的味精，后来又做氮气，事业蒸蒸日上。抗战之前，曾经个人捐献2架飞机给国家。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广东人，最初在南市9亩地新舞台戏院旁租一间小屋子，日间卖叉烧，晚间卖叉烧粥。新舞台的老板夏月山、夏月润兄弟见他成事勤劳，特许他在戏院内托盘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这时发明了一种纸包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干。日久之后，正式开办冠生园，
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资当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飞路等热闹地区开设门市部，并附设餐厅。后来又在漕河泾辟地设厂，是中国最大的机制饼干、糖果制造商。真可说上海是灵气所钟，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才。但是因为我不懂经商，所以本文都是业余之暇，一股兴趣，由从前的日记中摘录出来，随摘随写，材料长感不足，我参考许多文献记载，务求其详实。因为我向来有考证癖，凡是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考证到第一手资料。前面所说的余洽清初就业的瑞康颜料号，资本不过800两，而1年之中竟然赚到了2万多两，这一定会令到读者很大的怀疑。其实我这一段的资料是特地向余洽清的令媛余淡涵女士，即当年最早选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师的夫人，今驻香港处借到一本余洽清事迹史料的抄本，是红格子手写本，封面上还披着此系孤本不可一世8个字，所以读者对此毋庸置疑。但是读者诸君如发觉有错误之处，请尽量指出，当在这本书再版时详细改正。如有照片插图，请借出注版，要读者与作者打成一片，有错就改。我是毫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真正的上海人，中心只限于县城之内，县城之外，如徐家汇、闸北、浦东、大厂、法华等，已算城外人。在民国17、18年，县城内的人口不过20万，但是英法两租界当时称作10里洋场，有无数的宁波人、绍兴人、湖州人。按现在香港人对粤闽两省以外的人统称为上海人，连山东人、蒙古人也认作上海人。其实真正上海人还是不多，县城内的真正上海人经营的商业并不多，创业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帮。我的岳家是姓王，沙船字号叫做王信义。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码头，还有王信义帮。但是县城内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简朴，带有浓厚的保守气息，因此在商业上便觉得落后。显冠生，1887至1952，原名炳生，广东佛山人，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1915年与人合办冠生园，生产糖果、糕点、罐头食品等产品。1931年分别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等地建立分支机构。1937年抗战爆发后，显冠生将妻子留在上海，自己到重庆设立分店。抗战胜利后，显冠生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冠生园主持生产。1952年4月21日在上海去世。